舅舅投资我的面馆，3年赚了720万，怎料分红那天，他却把702万花到自己账上，只给了我18万。大外甥，你还年轻，这笔钱舅舅先帮你管着，免得你乱花。闻言，我默默收下了那18万。然而第2天，我就关了面馆，带着我的独家配方去旅游了。可舅舅发现后，却哭着求我回来。此刻，舅舅禽兽把手机推到我面前，屏幕上是银行的转账确认页面，转账金额是702万。他点了确定后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显示转账成功。我就把手机收回去后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卡。大外甥，这是给你的，这里面是18万，这3年你辛苦了。我看着那张卡没动，面馆的账我是清楚的，3年刨去所有成本，纯利720万，我就当初投了20万启动资金，我出了技术，就是那碗面的独家配方，我们是唯一的合伙人，当初说好利润对半分。见我不动，舅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。小富，快拿着啊！你舅舅还能亏待你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就是我爸这是为你好，你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，拿那么多钱干嘛？万一被人骗了呢？18万不少了，够你买辆不错的车了。大外甥，你还年轻，路还长着呢，这笔钱舅舅先帮你管着，等你以后结婚买房，舅舅再拿出来给你，免得你乱花。闻言，我抬起头看了一圈，舅妈脸上是慈祥的笑，表哥脸上是理所当然的表情，其他几个凑份子的亲戚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许久，我拿起那张银行卡，笑了笑，知道了，谢谢舅舅。这就对了嘛，都是一家人，算那么清楚干嘛？快吃饭，吃饭。来，小富，多吃点排骨，这可是我炖了一下午的。话落，一桌人又恢复了热闹，好像刚才那700多万的归属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一顿饭吃完，我起身告辞。舅妈，我先回去了。去吧，路上小心。那18万，先去买个车，年轻人没车不像话。对，买个好一点的。好。换完鞋，我打开门走了出去，身后的门被关上，把一屋子的欢声笑语都隔绝在里。我下楼，走出小区，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师傅，去南山路。去吃面啊，那家富记老汤面现在可火了。不吃了，从明天开始那家店没了。第2天早上8点，我准时到了店里，2个服务员和1个后厨的帮工已经来了。我换上工作服后，对他们说道：“今天搞个大扫除，把店里里外外所有东西都收拾干净。”富哥，今天不开门吗？开，但只开半天，中午12点准时关门，以后也都不开了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，但他们3个人的表情却像是听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什么？不开了？富哥，你开玩笑的吧？生意这么好，怎么能不开了？工资我会按双倍结给你们，另外每人再多给1个月工资当奖金。这3年辛苦大家了。听到钱，他们顿时不说话，只是表情还是很复杂。我走进后厨，那口熬了3年的老汤锅还在小火上温着，香气弥漫了整个厨房。这是整个面馆的灵魂，也是我一切的本钱。我关了火，等汤冷却，然后把一整锅汤全部倒进了下水道。熬汤用的几十种香料，我也全部打包扔进了垃圾桶。配方的单子我早就记在脑子里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碗面真正的味道是怎么来的。10点钟后，我给房东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我要退租。房东很惊讶，反复确认，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说下午过来办手续。11点。店里来了几个收2手厨具的，我把店里所有的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、冰箱灶台都打包卖了，价格压得很低，但我不在乎，我只想让他们尽快消失。12点，最后一个客人离开，我给3个员工结了账，他们拿着厚厚的一沓钱跟我道别。富哥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去旅个游。那祝你玩得开心，保重。他们走后，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坐在唯一的椅子上，看着这个我待了3年的地方，从一无所有到人声鼎沸，现在又回到了一无所有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舅舅打来的。喂，大外甥，听说你把店给关了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耍脾气吗？为昨天那点事，你至于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钱先帮你存着，又不是不给你。不是因为钱，那是因为什么？你倒是说话啊！累了，想休息。休息也不能把店关了，那一天的流水就好几万，你说关就关，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。舅，店里的东西都卖了，合同也退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那配方呢？配方在我脑子里。你现在在哪？我过去找你。不用了舅，我准备去机场了。去机场？你去拿？随便走走。你把配方给我留下，那店我投了钱的，配方也算我一半。舅，当初投的20万早就回本了，这3年你从账上陆续拿走的分红，加起来也有100多万了。做人不能太贪心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在教训我？你个白眼狼，我白养你这么多年了。舅，祝你生意兴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顺便拉黑了舅舅一家人的号码。下午，房东来了，我们办了退租手续，然后我拉着行李箱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。我用那18万在隔壁市的一个古镇租了个小院子，剩下的钱我全都用来出去旅行，不是去名山大川，而是走遍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，去寻找新的食材、新的灵感。我离开后的第3天，听说南山路那家富记老汤面又重新开业了，招牌都没换，只是老板换了，新老板是我舅禽兽。这个消息是我以前的供货商老李在我们共同的行业群里说的，他还发了张照片，照片上我就穿着厨师服站在店门口，笑得满面春风。群里有人问老李：“老李，这不是小富那家店吗？怎么换老板了？他外甥不干了，舅舅给盘下来了。哦，那味道变没变啊？小富那手艺可是一绝。这个嘛，还没去尝。
据说是一样的。我看着聊天记录，笑了笑，一样的，怎么可能一样？我就这个人，精明了一辈子。他盘下那个店面，无非是想利用附记这个招牌，继续收割那些老顾客。他以为那碗面的核心是店，是名气，但他根本不懂，核心永远是那口汤，那个配方。开业第一天，我就搞了个全场8折的活动，吸引了不少人。老顾客们听说店重开了，也都过来捧场。中午饭点，店里做得满满当当，我就在后厨忙得不亦乐乎。他特地高薪从一家大酒楼挖来一个厨师长，他觉得专业的厨师肯定能复刻出我的味道，甚至做得更好。然而，第一个客人吃完面就走了，第二个客人面只吃了一半就结账走了，第三个客人是个老熟客，几乎天天都来。他吃了一口后，就把我叫了过去。秦老板，你这面味道不对啊！秦老板，你这面味道不对啊！李哥，怎么不对了？这可是我们花大价钱请的大厨，用的料比以前还好呢，不是料的事，就是味道不对，跟小付做的差远了。汤没有以前的鲜，面也没有以前的劲道，这不是富记老汤面。怎么会呢？配方都是一样的啊，反正就是不对。秦老板，做生意要讲诚信，你这挂着小付的招牌，卖的却不是那个味道，是砸招牌啊！说完，那个客人付了钱，转身走了。接下来，越来越多的客人都反映了同样的问题，我舅的笑脸渐渐僵硬。到了晚上，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偌大的店面只零零散散坐着几桌客人，大厨也被打击到了，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。第一天营业结束后，我就盘点了一下账目，流水只有我平时的一半不到，刨去成本和人工，还亏了钱。我就不信邪，他觉得是第一天大家还不适应，过几天就好了。然而后面的几天，生意比第一天还差，那些曾经天天排队的老顾客，一个都没再来。第4天晚上，我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大外甥，是我，你在哪？旅游。你那个面到底是怎么做的？你把配方告诉我，价钱好商量。就那是非卖品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那个店我盘下来花了30万，你要是不把配方给我，这笔钱就算你头上。就店是你自己要盘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退租的时候跟房东说得很清楚了，是你自己又跑去签的合同。你这个白眼狼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就是想给自己放个假。放假？你毁了我几10万的生意，你跟我说放假？就生意是你自己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从来就只是一个给你打工的厨子而已。我说完这句话就挂了电话。我知道我就不会善罢甘休，他的贪婪会驱使他做出更疯狂的事，而我只需要静静的看着他如何一步步的走进我给他挖好的坑里。这天过后，我的手机安静了几天。第5天，那个供货商老李私聊我了。小付在忙吗？不忙，李哥在海边度假呢。那挺好，挺好。你就今天来找我了。他找你做什么？他想让我把以前供应给你的那些香料也同样供应给他。他说双倍价钱。那你怎么说？我没敢答应。我跟他说那些料都是你特地关照过的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配比。李哥，这事你不用为难，他要买你就卖给他，生意嘛，有钱赚就行啊。卖给他，那味道不就泄露了？泄露不了，香料有几十种，每一种的分量、下锅的顺序、熬煮的火候和时间差一点，味道就千差万别。他就算把所有香料都买回去，也熬不出我的味道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我还怕对不住你。对了，你舅那店现在是真不行了，我今天路过看了一眼，饭点一个人都没有，门口贴着招聘服务员的纸，估计之前的都跑了。听说那个大厨也跟他闹翻了，工资都没结清就走了。他活该。说完这句话后，我和老李简单聊了几句，就挂了电话。又过了2天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，是我舅妈。喂，是父亲吗？我是……你这个小畜生，你还知道接电话？你把我家的店搞成什么样了？你安的什么心啊你？我告诉你父亲，那家店我们投了钱的，当初盘下来就花了30万，现在全亏进去了，你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。舅妈，这话说的没道理吧？店是你们自己要开的，亏了赚了都该你们自己担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？要不是你突然撂挑子不干了，店会变成这样。是你毁了我们全家的摇钱树，父亲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算是看透了，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舅妈，如果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骂我，那我挂了。你别挂，小付啊，舅妈也是急糊涂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看，我们好歹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？你救救他，他也是为了你好。谈什么？你回来继续开店，我们重新谈分红，这次给你3成。怎么样？舅妈，你好像没搞清楚一件事，不是我要回来开店，是你们需要我。现在主动权在我手上。你想要几成？我不想要几成，我1成都不想要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打算再跟你们合作。父亲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然而，舅妈还没说完，我便挂了电话。我知道这通电话只是一个开始，他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他们还会再来找我，但我不在乎。我的心在那场分红晚宴上就已经死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我已经出来10几天了。这期间，我彻底断了和外界的联系。我想给自己一段完全放空的时间，去思考我的未来。半个月后，我重新买了张手机卡。开机的一瞬间，无数的短信和未接来电涌了进来，大部分是陌生号码，还有一些是亲戚的，我一个都没看，全部删掉。我登录了很久没上的社交软件，一个朋友给我发了条链接，是一篇美食文章，标题很耸动：昔日网红面馆附记豪装重开，
老板宣称打造全国第1连锁品牌。我点进去看了一眼，文章配图很夸张，原本古朴的小店被我舅舅重新装修了，搞成了金碧辉煌的风格。文章里把我舅舅吹嘘成了一个餐饮业奇才，说他如何慧眼识珠，投资了自己的外甥，又如何在外甥撂挑子不干后力挽狂澜，不仅复刻了核心味道，还进行了改良升级。现在的附近味道更好，环境更优，并且正式开启全国加盟，加盟费8万8，送技术，送装修，保证3年回本，5年上市。文章下面还有我舅舅的专访，他坐在崭新的店里，意气风发。我们的目标是未来3年内在全国开满500家分店，让陈记的美味传遍大江南北。我看着他那张自信满满的脸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他疯了，他是真的疯了。店里明明已经没有生意了，他哪来的勇气去搞全国加盟？看完专访后，我往下翻评论，评论区很热闹。真的假的？味道比以前还好了？吹牛吧，老板换了，味道肯定不行了。我去吃过，巨难吃，谁加盟谁傻子。我草草看了几眼评论，便关了文章。此刻我的心里已经大概猜到了他的计划，他知道原来那个店已经死了，老顾客不会再来，所以他想了这么一招金蝉脱壳，利用附近以前的名气，快速圈一笔加盟费。等加盟商发现被骗的时候，他可能早就拿着钱跑路了。想到这，我找到了房东的电话。喂，王叔叔，是我，小付。哎呦，是小付啊，你跑哪去了？我出来旅个游。王叔叔啊，跟你打听个事，我原来那个店现在怎么样了？嗨，别提了，你那个舅舅真不是个东西，把店搞得乌烟瘴气的。前几天花了一大笔钱重新装修，说要搞什么加盟，结果1天过去了，一个打电话的都没有。现在店又关门了，他自己天天坐在里面抽闷烟。我跟你说，他好像是借了高利贷来装修的。昨天还有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来店里找他要债，我看他这次是真要完蛋了。王叔叔，那店的合同他签了多久？签了3年，一次性付了1年的租金，20万呢。现在才过了不到1个月，他要是跑了，我这损失可就大了。他跑不掉的，他把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，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赌在了这个骗局上。现在他输了。我跟房东又聊了几句，就挂了电话。我知道最后的审判就要来了。我回到了那座熟悉的城市，我没有联系任何人，而是先去了银行，把卡里的18万取了出来，加上我之前的一些积蓄，我手里大概有25万现金。然后我打车去了南山路，远远的我就看到了那家店，卷帘门紧紧的关着，门口堆了一些垃圾，看起来萧条又破败。我拐进了旁边的一家茶馆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这个位置刚好能看到面馆门口的一切。我点了一壶茶，静静的等着。下午3点，一辆车停在了店门口，车上下来4个壮汉，为首的一个一脚踹在卷帘门上。禽兽，给老子滚出来！男人的声音很大，整条街都能听见，但卷帘门后面没有任何动静。于是那人从车里拿出一根撬棍，3两下就把卷帘门的锁给撬开了。很快店里就传来了打砸东西的声音，还有我舅舅的惨叫声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钱我一定会还的，再给我几天时间。几天？老子给你1个月了，连本带利100万，今天拿不出来，老子就卸你一条腿！我舅舅的哭喊声夹杂着拳打脚踢的声音传到茶馆，茶馆里的其他客人都伸着脖子往外看。我坐在位置上，面无表情地喝着茶。大约过了10分钟，那几个壮汉从店里出来了，我舅舅被2个人架着，显然被打得不轻。禽兽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你要是再不还钱，就不是卸一条腿那么简单了，把你老婆孩子卖了也得给老子凑齐。男人说完，带着人扬长而去。我舅舅瘫坐在地上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摸出手机，开始打电话。我猜他是在向那些亲戚借钱，可在我这个角度看去，他被拒绝了一次又一次。最后，他把电话打到了我这里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名字，按下了接听键。小付，舅舅知道错了，舅舅不该贪你的钱，你回来吧，好不好？你把配方给我，让我把店重新开起来，赚了钱我全都给你，我1分都不要，我只求你就救我这条命。舅舅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在街对面的茶馆里看着你。听到我说的，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。我看到地上的那个男人猛地抬起头，我们对视着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震惊、恐惧，还有祈求。我对他笑了笑，然后我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当初你说这笔钱你先帮我管着，现在我只是让你知道，保管费有时候是很贵的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起身离开了茶馆。我买了一张去南方的火车票，去一个我从未去过的水乡古镇。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来规划我的心声。火车在铁轨上疾驰，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。我靠在窗边，想了很多事。到站后，我拉着行李箱找了一家临河的客栈住下，推开窗就能看到乌篷船在河上摇曳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像一个普通的游客那样，每天在古镇的小巷里穿行。我的心从未有过的平静。我把过去的一切都留在了那座北方的城市。现在的我是一个全新的人。1周后，我开始寻找新的店铺。终于，我在一条叫丁香巷的巷子深处找到了一个地方，这里很安静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。房东是一个很和善的老奶奶，她告诉我，这里以前是个老茶馆，后来不做了，就一直空着。我们谈得很投机，租金也比我想象的要便宜。我用我手里的25万签了5年的合同，剩下的钱足够我进行简单的装修和采购了。1个月后，小店焕然一新。我在门口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，
上面是我亲手刻的3个字：父亲的。别人问我这是卖什么的，我笑着说卖一碗面。开业那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把院子打扫干净，然后我在那口铜锅里升起了第一炉火。我按照父亲留下的配方，开始熬制那锅阔别已久的老汤。熟悉的香气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小巷。我知道我的新生活从这一刻起正式开始了。店开业后，第1天1个客人都没有。第2天来了第1位客人，是住在对面的一个老大爷。小伙子，卖的什么面啊？这么香！老汤面，大爷，您要不要来一碗？好啊，多少钱一碗？20块，有点贵啊。您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说着，我把大爷扶到座位上，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端了上去。大爷喝了一口汤，眼睛猛地一亮，然后他开始大口的吃面，最后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。他放下碗后，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小伙子，你这面值这个价？我活了80年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。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钱，硬是多给了我10块。我没有拒绝，这是我新店的第1笔收入，意义非凡。从那天起，老大爷成了我店里的第1个常客，他几乎每天都来，有时候还带着他的老伙计们。我的店开始有了一点生气。第3天、第4天，客人渐渐多了一些，大多是巷子里的街坊邻居，他们都是被香味或者被那些吃过的客人的赞誉吸引来的。每一个吃过的人，无一例外，都成了回头客，口碑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发酵了。半个月后，我的店里开始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，他们穿着时尚，开着豪车，一看就不是附近的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一个本地的美食博主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店，他写了一篇推文，文章写得很煽情，他把我的面夸上了天，说它是被时间遗忘的味道。这篇文章火了，我的店也跟着火了。从第2天开始，我的小店门口第一次排起了长队，很多人开了几个小时的车，就为了来吃一碗面。我有些始料未及，但我没有慌乱，我依然按照我的节奏来，每天只卖100碗面，上午50碗，下午50碗，卖完就关门。有人不理解，他们说我傻，有钱不赚。我只是笑笑，他们不懂，那锅汤每天需要熬制12个小时，所有的食材都是我亲自挑选的最新鲜的，面是我每天早上亲手和的。我的精力有限，但我必须保证从我手里出去的每一碗面都是完美的。我的规矩并没有挡住人们的热情，反而让面馆增添了神秘色彩，来的人更多了，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。但我依然过着简单的生活，每天开店打烊，闲暇时就在院子里喝茶、画画，或者去古镇的河边散步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供货商老李发来的信息，他问我最近怎么样。我告诉他，我开了一家新店，生意不错。他为我感到高兴。聊天的最后，他还是提起了我舅舅。他说我舅舅彻底完了，房子被银行收走了。舅妈跟他离婚后，带着表哥回了娘家。他现在无家可归，听说在工地上搬砖，有时候晚上就睡在桥洞里，成了老家所有亲戚朋友嘴里的一个笑话。我看着那段文字，心里没有任何感觉。然后我删掉了老李的联系方式，也删掉了所有和过去有关的联系人。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那个地方、那些人的消息。我的世界里，从此以后只有眼前的小桥流水和锅里的面。久而久之，我的面馆成了这座古镇的一个新地标。很多人来旅游，都会来尝一尝那碗传说中的神仙面。店里的生意一直很火爆，但我始终坚持着我的规矩。钱我赚的并不少，但我没有被金钱冲昏头脑。我把赚来的大部分钱都用来寻找更好的食材。我把这些最好的东西都融入了我的那碗汤里，让它的味道层次更丰富，底蕴更深厚。食客们都说我的面一天比一天好吃，但他们不知道，这背后我付出了无数心血和努力。这天下午，店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，他穿着一身西装，看起来文质彬彬。走到我面前后，他递给我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盛世餐饮集团投资总监李慕白。傅先生，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的面我吃过3次，每一次都让我非常惊喜。坦白说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。谢谢。我这次来是代表我们盛世集团，想跟您谈一个合作。我们希望能投资您的面馆，我们愿意出资500万，占股49%。我们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，我们只负责帮您把父亲的面这个品牌推向全国。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最好的地段、最好的团队、最好的宣传资源。我们有信心在3年内把您的面馆开到全国每一个省会城市，让您成为中国的拉面之王。让您成为中国的拉面之王。李总监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为什么？您是对估值不满意吗？我们可以再谈。不，跟钱没关系，我只想守着这个小店，安安静静的做我的面。我不想做什么拉面之王，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厨子。傅先生，我明白了，虽然很遗憾，但我尊重您的选择。您是一位真正的匠人。如果有一天您改变主意了，随时可以联系我，这个承诺永远有效。李慕白说完，转身离开了。我拿起那张名片看了看，然后把它加进了父亲留下的笔记本里。时间在丁香巷里流淌的特别慢，门前那棵桂花树开了又谢。我的生活像院子里的那口老井，平静无波。直到一个初春的下午，我刚送走最后一位客人，准备打烊时，一个年轻人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。请问这里是父亲的面吗？是，已经打烊了。我不是来吃面的，我是来拜师的。你找错人了，我只是个做面的，不是什么大师。我没收过徒弟，以后也不打算收。我说完，准备拉上店门，可他却突然对着我鞠了一躬。师傅，我叫林川，从北方来的。我找了您3个月，我尝过您以前做的面，我这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。后来店没了，我就到处打听您的下落。有人说您去旅游了，
有人说您出了国，我找了很多地方才找到这里。师傅，我不要您教我配方，我只想跟着您学您做面的态度，我什么都能干，劈柴、烧火、洗碗、扫地，我不要工钱，您管我一顿饭就行。店里没有多余的房间给你住，我就睡在门口，我不怕吃苦。听到林川说的，我看了他很久，随后我还是点头了。先进来吧，先进来吧。那天晚上我没有让他干活，我给他煮了一碗面，他吃得很慢，很珍惜，眼泪却一滴一滴掉进了碗里。我知道有些味道是会刻进人的灵魂里的，能让人翻山越岭，只为重逢。林川就这样在我的店里住了下来，他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把整个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劈柴、烧水、准备食材，所有我没有交代过的活，他都抢着干。我依然没有教他任何东西，我只是让他看我如何选材，看我如何和面，看我如何熬汤，看我如何对待每一位客人。他看得很认真，手里总是拿着个小本，不停地记着什么。我知道他不是一时兴起，他是真的把心沉浸在了这里面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，我的生活也因为他的到来多了一份烟火气。一天，邮差送来一封信，没有署名，是从老家寄来的。我打开信封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句话。照片是在一个破败的桥洞下拍的，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。虽然看不清脸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是我舅舅。照片的背后写着一行字：他疯了。逢人就说他有一个会做神仙面的外甥。我看着那张照片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我把他和那句话一起扔进了灶堂里，火苗瞬间吞噬了它，把那些不堪的过去都烧成了灰烬。我抬起头，看到林川正在院子里专注地挑选着今天的青菜，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朝气蓬勃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有些人，有些事终将成为过去，而有些人，有些事代表的才是未来。于是，我对着林川喊了一声：“小川，过来！从今天起，我教你和面。从今天起，我教你和面。”和面是做一碗好面的第一步，也是最考验基本功的一步。我把这个看作是对林川的第一个考验，但我没有直接上手教他，我只是给了他一袋面粉，让他用心去感受。林川没有问任何问题，他挽起袖子，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和面。结果惨不忍睹。虽然林川很沮丧，但他没有放弃。一次失败，他就再来一次。那一天，他用掉了一整袋面粉，直到深夜，他才终于和出了一个勉强像样的面团。我用手指按了按面团，然后说道：“还行，明天继续。”闻言，林川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林川每天的生活就只剩下和面。他的手臂因为用力过度肿得像馒头，手掌上也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但他从未叫过一声苦。他的眼神一天比一天坚定，他对面团的控制也越来越精准。1个月后，我让林川给我做一碗面，从和面到煮面，全部由他自己完成，汤还是用我的。他很紧张，每一个步骤都小心翼翼。面煮好后，他端给我，也给自己盛了一碗。我拿起筷子尝了一口，面条的口感已经有了我7分的火候。我抬起头，见林川正紧张地看着我，于是我笑着对他说道：“你自己尝尝。”听到我说的，林川夹起一根面放进嘴里，然后他的眼睛亮了。师傅，我做到了。这只是开始，一碗好面，面是骨，汤是魂。你现在才刚刚摸到骨头而已，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教林川熬汤。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我让他用舌头去记住每一种味道，用鼻子去分辨每一种香气。这是一个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，但林川学得津津有味。他的那个小本子上记满了各种香料的图谱和笔记。有时候他会为了分辨2种相似的味道，把自己关在厨房里一整天。他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，但我没有夸奖他，因为我知道，对于一个真正的厨师来说，热爱本身就是最好的褒奖。春夏秋冬，又一个轮回，林川已经不再是那个毛头小子了。他的举手投足间已经有了沉稳和从容，他的厨艺也日益精进。店里的很多事情我已经可以放心的交给他。一天晚上打烊后，我们师徒2人坐在院子里喝茶。林川突然开口：“师傅，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，您的手艺这么好，为什么只守着这么一家小店？以前是不是有人想投资您？”“是啊，他们想把我打造成拉面之王。”“那您为什么拒绝了？”“因为我不想做王，王是孤独的，是高高在上的，而我只想做一个厨子，一个能守着自己的灶台，为喜欢的人煮一碗热汤面的厨子。小川，你要记住，我们的手艺不是用来征服世界的工具，它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温柔对话的方式。”听到我说的，林川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他把我的话记在了本子上，也记在了心里。又过了几天，是古镇1年1度的百家宴，巷子里的街坊邻居都会拿出自家的拿手好菜，在巷子里摆上长长的桌子，一起分享，一起庆祝。我和林川也关了店门，我们熬了一大锅汤，煮了一大锅面，免费请街坊们吃。那天整条丁香巷都飘着我们面的香气，大家吃着笑着聊着，气氛热闹而又温暖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看着林川在人群中忙碌而又快乐的身影，我突然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拒绝那个投资时心里真正想要的，不是金钱，不是名誉，而是这份融入在人间烟火里的踏实和温暖。这才是父亲的面真正的归宿。百家宴过后，林川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变得更沉稳了，话也更少了，但眼神里的光却更亮了。他开始尝试在我的配方基础上做一些小小的创新，比如在汤里加入一种当季的鲜花，让汤味多清雅；又比如在面上撒上一些炒过的坚果，让口感多一个层次。他的这些尝试，有时候成功，有时候失败，我从不干涉，也从不评价，我只是看着。我知道他正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对于一个厨师来说，模仿是入门，创造才是真正的开始。有一天，
林川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后厨，然后他端出一碗面，那碗面看起来和我的没有任何不同。师傅，您尝尝。我拿起勺子喝了一口汤，汤的味道是我熟悉的，但似乎又多了我说不出的味道。这是什么？是时间，我在汤里加入了一味新的香料，是我自己种的，从播种到发芽到开花，结果我等了它整整1年，我把这1年的阳光、雨露和等待都熬进了这碗汤里。闻言，我又喝了一口汤，这一次我仔细地品味着，我尝到了那份独属于它的味道，那是经过了漫长等待和磨砺后，终于绽放的才华的味道。于是我放下勺子，郑重地对林川说：“从明天起，店里每天多卖1碗面，第101碗由你来做，也由你来命名。”林川闻言，眼睛瞬间就红了，他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谢谢师傅。”第二天，店门口的小黑板上多了一行字：“今日限定，林川的初心。”那一碗面很快就卖了出去，买到它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。她吃完后，在留言本上写下了一句话：“我在面里吃到了爱情的味道。”从那以后，林川的初心成了我们店里一个隐藏的菜单，每天只有1碗，能不能吃到全凭缘分。很多人都为了这碗面慕名而来，而我的小店因为林川又多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我渐渐地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了他，我开始有了更多的自己的时间。我重新拿起了画笔，在院子里画画写字，我甚至开始研究起了茶道和香道。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从容和丰盈，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厨子，我成了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人。转眼，林川来这里已经3年了，他成了一个英俊、稳重、厨艺高超的年轻人。镇上有很多姑娘都喜欢他，包括房东老奶奶的孙女，他们俩很谈得来。我看得出，他们彼此心里都有对方，但我没有点破。年轻人的事，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吧。一个傍晚，我和林川又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喝茶，他突然说：“师傅，我该走了。”我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，但我并不意外，我知道他终究是要走的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去哪里？我想回北方，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。我想在那里开一家我自己的店，也叫初心吗？不，我想把它叫做传承。好名字。师傅，您不怪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怪你？你学到了我的手艺，但没有被我的手艺束缚，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我为你感到高兴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这才是一个师傅最大的荣耀。说完，我从屋里拿出父亲留下的笔记本，我把它交到林川的手里。这个你拿着，这里面不仅有配方，还有我们傅家几代人做面的心得。它不应该只停留在我这里，它应该走得更远。师傅，这太贵重了。再贵重的东西，如果没有人继承，也不过是死物。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闻言，林川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跪在地上给我磕了3个响头，然后接过了日记本。1个星期后，林川走了，房东奶奶的孙女去送他了。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希望那是一个好故事。店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，但我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在遥远的北方，有一颗种子已经被我种下，它正在生根发芽，它会将这份手艺、这份匠心传承下去。岁月在丁香巷是用来闻的。林川走后5年，我的生活回归到了更彻底的平静。店我还开着，但更随性了。食客们也都习惯了我的任性，但他们从不抱怨。吃得到是缘分，吃不到便在巷子口晒晒太阳，听听风声，也算不虚此行。我赚的钱足够我衣食无忧。我把大部分积蓄都用在了这条巷子里。巷口的青石板路坏了，我请人来修好。巷子里的那口老井干了，我请人来重新疏浚。巷子里住了几户孤寡老人，我便每天多煮几碗面，让林川走前收的小伙计给他们送去。我不是什么大善人，我只是觉得我和这条巷子早已融为一体。这一年，古镇要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镇上的领导找到了我，他们说我的这碗老汤面手艺精湛，源远流长，完全够资格。他们希望我能申报，这对古镇的旅游也是一个极好的宣传。但我婉拒了，我对他们说，我的手艺只想在我的厨房里传承，不想写在纸上，挂在墙上。真正的传承在人心，不在名册。领导们很遗憾，但也很尊重我的选择。他们走后，我一个人在后厨做了很久。我想，我的本心就是守着这方小小的院子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为每一个饥饿的肠胃和疲惫的灵魂献上一碗面，仅此而已。有一天，店里来了一个很傲气的年轻人，他开着豪车，穿着一身名牌。他听说我的面是镇上第1，但他很不服气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厨师。那天来到店里后，他给自己点了一碗面，吃了一口就皱起了眉头。不过如此，汤头过于朴素，面体缺乏创意，完全是上个世纪的产物。我没有反驳，只是微笑着问他：“你吃饱了吗？”吃饱了。那你吃得开心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学了10几年的厨艺，我知道如何用最顶级的食材做出最复杂的味道，我知道如何让我的菜品像一件艺术品，但我好像忘了怎么让食物变得好吃，也忘了吃饭本该是一件开心的事。闻言，我没有再说什么，我给他续了一勺汤，他默默地把那碗面吃完了。走的时候，他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谢谢您，我明白了。”我知道他带走的比他带来的要多得多，他带走了一个关于食物的最根本的答案。我很庆幸我花了半生的时间，终于也找到了我自己的那个答案。北方的春天总是来得晚一些，风里还带着冬的凛冽，但在南山路旁边的那条街，一家叫做传承的面馆却早已暖意融融。这家店不大，装修也和丁香巷的那个小院有几分神似。老板是一个很年轻但看起来很沉稳的男人，他叫林川。他每天也只卖100碗面，卖完就关门。他用3年的时间把这家店做成了这座城市里一个新的传奇。林川的生意很好，但他并不快乐，因为他的对面开了一家和他一模一样的面馆，从招牌到装修
甚至到每天卖100碗的规矩，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那家店的老板姓钱，是个很精明的商人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份相似的配方，做出的面虽然神韵不足，但味道也有7、8分像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价格比临川的便宜一半。他还搞了很多促销活动，吃1碗送1碗，办会员卡打8折，很快就抢走了临川店里一大半的客人。临川的店第一次变得冷清了，他手下的伙计都有些沉不住气。老板，我们也降价吧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要被他挤垮了。不能降，我们的食材、我们的功夫都值这个价，降价是对我们自己手艺的不尊重。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抢我们的生意。临川闻言，抬头看向窗外，不知为何，他想起了师傅，想起了师傅对他说过的话，他好像有点明白了。于是那天晚上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研究配方，而是拿出纸笔，给远在江南的师傅写了一封信。他在信里没有诉说自己的困境，他只是汇报了自己这3年来的所学所感所悟。他还告诉师傅，他和房东奶奶的孙女，那个叫小雅的姑娘结婚了，他们很快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写完信，他觉得心里平静了很多。第二天，他在店门口立了一块小黑板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：1碗面，一个故事，温暖一座城。客人们很好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中午，一个常客走进来点了1碗面，临川亲自把面端了过去。他坐在客人对面问道：“陈叔，今天厂里的活儿还顺心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厂里上班？您每天7点准时来，身上总有一股机油味，而且您的手指上有常年握着工具留下的老茧。”陈叔闻言很惊讶也很感动，他没想到这个年轻的老板观察得这么仔细，于是他打开了话匣子，说起了厂里的事、家里的事。临川就那么静静地听着，时不时地给他添上一勺汤。那1碗面李叔吃了半个小时，走的时候，他拍着临川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店我吃定了，冲你这个人我也得天天来，冲你这个人我也得天天来。”于是从那天起，临川的店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每一个来吃面的客人，临川都会尽量陪他们聊上几句，听他们说自己的故事。慢慢的，客人们发现，来这里不仅是吃1碗面，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放下所有的疲惫和伪装，可以和一个愿意倾听的陌生人说心里话。这种体验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。那些被对面吸引走的客人，又都慢慢的回来了。他们说，对面的面虽然便宜，但吃起来冷冰冰的，没有灵魂。而这里的面吃下去不仅暖了胃，更暖了心。可钱老板却想不通，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明明占尽了优势，最后还是输了。于是他派人来临川的店里打探，可回来的人却告诉他：“老板，我们模仿得了他的味道，但模仿不了他的人情味。”钱老板还是不甘心，他甚至想用重金把临川挖过来，却被临川一口回绝了。半年后，对面那家山寨面馆倒闭了，临川的传承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热闹，甚至比以前更热闹了。因为他的名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味道了，更在于那份独一无二的人情味。收到临川的信时，是一个雨天。我看完信后突然笑了，我没有回信，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不需要我的指点了，他已经找到了比配方更重要的东西，那东西就是心，这才是我们这门手艺能够真正传承下去的根。时光荏苒，又是3年，我的头发已经有了些许花白，眼角也爬上了细密的皱纹。我不再年轻了，但我很喜欢现在这个样子的自己，平和从容，对世事多了一份通透。我的店开得更少了，1周只开3天，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，留给了生活。小伙计已经能独当一面了，他是个本地人，憨厚老实。我没有教他配方，我只是教他如何把1碗普通的面用心做好。他学得很好，客人们都说他的面里有股阳光的味道。我知道我的这家店也后继有人了。这天是中秋，古镇格外热闹，巷子里弥漫着月饼和桂花的香气。我没有开店，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摆了一张小桌，准备一个人过这个节。我并不觉得孤单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。正当我举杯欲邀明月共饮时，巷口突然传来孩子银铃般的笑声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巷口走进来3个人，一个年轻男人，一个年轻女人，他们牵着一个约莫3、4岁的小男孩。我看着他们穿过长长的巷子，一步步向我走来。是临川，他回来了，他带着他的妻子小雅，还有他的儿子。师傅，临川说着，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要下跪，我一把扶住了他。回来就好。然后我看到了那个小男孩，他正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我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傅念，傅是跟师傅您的姓，念是思念的念。闻言，我的心在那一刻被一股巨大的暖流填满。我蹲下身，看着那个叫傅念的孩子，然后说道：“来，让师公抱抱。”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，张开双臂就扑进了我的怀里。那天晚上，我的小院里异常热闹。我们没有吃月饼，而是吃了一顿团圆的面。厨房里，我和临川师徒2人并肩而立，他主理，我帮厨。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仿佛过去的这几年从未分开过。我们聊了很多，聊他的店，聊他的生活，聊古镇这几年的变化，也聊那个叫傅念的小家伙。面很快就做好了，傅念吃的小嘴流油，他奶声奶气地说：“爸爸的面好吃，师公的面也好吃。”我看着他可爱的样子，哈哈大笑。我曾经因为一个所谓的家遍体鳞伤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拥有了。可是现在看着眼前这一张张真诚的笑脸，我才明白真正的家人不是靠血缘来维系的，而是靠爱和真心。吃完面，小雅拿出她带来的礼物，是她亲手绣的一件青布长衫。临川则拿出了一本崭新的笔记本。师傅，这是我这几年自己总结的一些心得，还有我对您的配方做的一些改良，我想它应该也属于传承的一部分。我接过笔记本，把他和我父亲的，还有他带走的那一本并排放在了桌上。3本厚薄不同、新旧不一的笔记本，在月光下静静地躺着，它们像是一条河流，从我的爷爷的爷爷那里发源，
流经我的父亲，流经我，再流向林川，以后还会流向那个叫傅念的孩子。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吧？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制，而是在保留本源的基础上，不断的有新的生命力汇入进来。我看着林川和小雅，看着在院子里追逐萤火虫的傅念，心里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圆满。我失去了一个家，但我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家。故事从一碗面开始，也将在一碗面里继续。林川和小雅在我的小院里住了下来，他们住进了我隔壁那个空了很久的房间。那个房间我一直留着，像是在等待着他们的归来。小院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。清晨，第一个醒来的总是傅念，他会迈着小短腿跑到我的窗前，用小奶音喊我：“师公，起床，太阳晒屁股了。”闻言，我便会笑着推开窗，和他说几句话。阳光和他的笑脸一起涌进来，我从未觉得清晨是如此的美好。我们不再急着开店，林川说他这次回来是休假的，要好好的陪陪我。于是，我们每天只在中午开2个小时的店，只卖30碗面，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了生活。我会带着傅念去院子里的那口井边，教他如何用木桶打上一桶清冽的井水。他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任由绳子在他手里摇摇晃晃，最后打上来的往往只有半桶水，但他依然开心的手舞足蹈。我还会带着他去认识院子里的那些花草。我没有教他什么大道理，我只是告诉他，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傅念听得似懂非懂，但他会学着我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触摸那些叶片。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探索，而厨房则成了我和林川师徒2人的天地。我们常常一句话不说，只是用眼神、用动作交流。他洗菜，我切菜；他烧火，我掌勺，每一个环节都配合得行云流水。我发现他的刀工比离开时更稳了，他对火候的掌控也更精准了。他的身上少了几分当年的青涩，多了几分大师傅的气度。有时候他也会做他的出心面给我们吃，他的汤底在我的基础上多了一份北方的豪迈，那是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味道。我吃着，心里满是欣慰，这个徒弟我没有收错。至于小雅，她是个很温柔贤惠的姑娘，她从不让我们插手任何家务，但她会把整个小院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她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，她常常对我说：“师傅，谢谢您，谢谢您把林川教得这么好。”他常常跟我说，您不仅是他的师傅，更像是他的父亲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笑着摇摇头。是他自己足够努力，也足够有慧根，我只是恰好在那里给他开了个门而已。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，转眼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个月，离别的日子也越来越近。我能感觉到林川和小雅的心里都开始有了离愁别绪，他们开始更加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天。林川会花更多的时间陪我喝茶聊天，他把他北方的店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讲给我听，大到经营理念，小到人员管理，我只是听着，很少给意见。我告诉他，你的店，你才是主人，所有的答案其实都在你自己的心里。你要学的不是问别人，而是问自己。小雅则开始教我使用智能手机，她给我注册了一个社交账号，加上了她和林川，还建了一个群，群的名字叫我们仨。她说：“师傅，以后你想我们了，就跟我们视频，这样就跟我们天天在您身边一样了。”她还给我的手机里存满了她和林川还有傅念的照片，一张张都是笑脸。傅念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，他变得比以前更黏我，他总是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我身后，我走到哪他跟到哪。我坐下看书，他就会乖乖地搬个小板凳坐在我脚边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陪着我。那一天黄昏，我带着他坐在巷子口的石阶上看晚霞，他突然靠在我的腿上，轻声问：“师公，天为什么会黑啊？”因为太阳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给那边的人送去光明。那他明天还会回来吗？会的，只要你乖乖睡觉，明天一睁眼他就回来了，跟你的爸爸妈妈一样，他们也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给很多很多的人煮面吃，但他们心里永远都记着你，记着师公。等到了时间，他们就会回来看我们。傅念听到我说的，没有再问，他只是把头更深地埋进了我的怀里。我知道离别是人生的必修课，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，这太早了，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这堂课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，其实就已经开始了。在林川他们离开的前3天，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，她手里拿着一个自拍杆，上面架着一部手机，正对着自己进行着直播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你们的吃货小辣椒，今天带你们来探一家传说中的神级面馆。那个姑娘的声音很大，很清脆，打破了小店一贯的宁静。当时店里还有几位客人在吃面，听见声音后，都纷纷投去好奇的目光。她扫了一圈店里的环境，然后说道：“哦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家店超级有感觉的，古色古香，像是武侠小说里高手隐居的地方。听说这里的老板是个有故事的男人哦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走到了我的面前，把镜头对准了我。这位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傅老板了吧？老板您好，我是一个美食主播，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这里不接受采访。我的拒绝似乎让女孩有些意外，她脸上的笑容僵硬了1秒，直播间里应该也起了一些波澜，但很快她就恢复了甜美的笑容。哎呀，老板好高冷哦，宝宝们，你们看，高手都是有脾气的。女孩说着，又转向我：“老板，别这么不近人情嘛，我可是有几百万粉丝的大主播，我帮您宣传一下，保证您这家店明天就火遍全网，到时候您的营业额不得翻个10倍啊！”姑娘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这家店不想火，我每天只想安安静静的做30碗面，做多了我怕我会累，累了面就做不好了，面做不好
就是对客人最大的不尊重。我的这番话让女孩彻底愣住了，她可能从未遇到过像我这样的店家，一个把赚钱的机会往外推的人。直播间的弹幕应该已经炸开了锅，女孩有些语无伦次。老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您可以扩大经营啊，开分店，搞加盟，做成一个全国连锁的大品牌。你想啊，以您的手艺，再配合我的流量，我们强强联手，一定能打造一个餐饮帝国。女孩说着，眼睛里闪烁着资本的光芒，那光芒我很熟悉，我曾经在李慕白的眼睛里看到过，也在我舅舅的眼睛里看到过。我摇了摇头，对他说道：“姑娘，你的帝国你自己去打造吧，我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能装下这个院子和这一碗面，装不下你的整个江山。”说完，我不再理他，继续擦我的桌子。这时，林川从后厨走了出来，他走到那个女孩面前，微笑着说：“这位小姐，您是来吃面的吗？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一碗。”不知为何，女孩下意识点了点头。林川把她引到一张空桌前：“那您请坐，今天的最后一碗是我的初心，希望您能喜欢。”说完，林川转身回了后厨。女孩关掉了直播，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很快，林川端着面出来了，他把面轻轻地放在她面前：“请慢用。”女孩看着眼前那碗面，夹起一撮放进了嘴里。那一瞬间，她的身体像是被定住了，她咀嚼的动作也变得非常缓慢，仿佛她在品尝的不是面，而是一段被遗忘的旧时光。吃完后，她放下碗，抬头看着我：“老板，我错了，我今天才明白，有些味道是流量无法定义的，有些价值是金钱无法衡量的。谢谢您，给我上了我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课。”说完，他付了钱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知道有一颗种子已经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种下。至于他未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，那就是他自己的修行了。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。那天天刚蒙蒙亮，小雅就把行李收拾好了。林川在厨房里做着最后一顿团圆的早餐。傅念似乎也知道今天要走了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又笑又闹，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，看着外面的风景。我没有去打扰他们，我走进我的书房，从一个木盒子里拿出了一个东西，那是我亲手雕刻的小木勺。我拿着它走到傅念的面前，然后蹲下身，把木勺放在他的手里。念念，师公把这个送给你。师公，你要跟我一起走吗？师公不走，师公要留在这里看家。你要替师公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看一看，等你长大了再回来看师公，好不好？师公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，我还要吃你做的面。好，师公等着你，师公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，师公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。那天的早餐很简单，就是几碗清汤面，但我们都吃得很慢，很珍惜。吃完饭，我送他们去巷子口的渡口。小雅的眼圈一直是红的，她拉着我的手，嘱咐了很多话。她让我按时吃饭，注意身体，像一个即将远行的女儿般，在叮嘱自己年迈的父亲。我一一都应了。林川站在我的面前，这个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的徒弟，看着我嘴唇动了动，但最终他什么也没说，他只是像很多年前他离开时那样，对着我行了一个最标准的徒弟礼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去吧，家里有我，店里有你，我们师徒各守一方天地，但我们的心永远都在一起。”听到我说的，林川重重点了点头，然后他转身上了船，船缓缓地离开了岸边，向着雾气弥漫的远方划去。林川和小雅站在船头，不停地向我挥手。傅念也在他妈妈的怀里，用力地挥着他的小手。我站在岸边对他们挥着手，直到船再也看不见了，我才慢慢地放下手。回到小院后，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，但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。我的手机里多了一个叫我们仨的群，每天我都会收到他们发来的照片和视频。傅念今天又长高了，林川的店里又推出了新的品类。小雅在阳台上种的花开了，我看着笑着，然后拍下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发给他们。我们虽然相隔千里，但生活却通过这种方式紧紧连接在了一起。1年后的中秋，我关了店门，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去往北方的火车。我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家在等着我，还有一个叫做傅念的小家伙正等着吃我做的面。我的人生从一碗面开始复仇，却在另一碗面里找到了救赎。也许这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吧。他拿走了你一些东西，也总会在另一个地方加倍的补偿给你。只要你永远心怀希望，永远步履不停。